杂阿含67经。这是我听到的。有一次，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，那时世尊对众比丘说：你们应当经常修习巧妙的禅修方法，使内心平静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比丘们，当你们修习了巧妙的禅修方法，使内心平静之后，就能如实观察。什么是如实观察呢？就是如实的了解这是色，这是色的升起，这是色的消失，这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是识的升起，这是识的消失。什么是色的升起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的升起又是什么呢？愚昧无知的凡夫不能如实了解色的升起、色的消失、色的美好、色的过患、色的离弃。因为不能如实了解，所以喜欢执着于色，赞美色。因为喜欢执着于色，赞美色，所以产生执取，执取导致存在，存在导致出生，出生导致衰老、死亡、忧愁、悲伤、烦恼、痛苦，这样纯粹的大苦句就产生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色的升起。受、想、行、识的升起也是如此。什么是色的消失？受、想、行、识的消失又是什么呢？多闻的圣弟子如实了解色的升起、色的消失、色的美好、色的过患、色的离弃。因为如实了解，所以不喜欢执着于色，不赞美色。因为不喜欢执着，不赞美色，所以爱欲消失。因为爱欲消失，所以执取消失。因为执取消失，所以存在消失。因为存在消失，所以出生消失。因为出生消失，所以衰老、疾病、死亡、忧愁、悲伤、烦恼、痛苦都消失了，这样纯粹的大苦句就消失了。多闻的圣弟子如何如实了解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识的升起，识的消失，识的美好，识的过患，识的离弃呢？因为如实了解，所以不喜欢执着于识，不赞美识。因为不喜欢执着，不赞美识，所以爱欲消失。因为爱欲消失，所以执取消失。因为执取消失，所以存在消失。因为存在消失，所以出生消失。因为出生消失，所以衰老、疾病、死亡、忧愁、悲伤、烦恼、痛苦都消失了，这样纯粹的大苦句就完全消失了。比丘们，这就是所谓的色的消失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的消失。比丘们，你们应当经常修习巧妙的禅修方法，使内心平静。佛陀说完这篇经文后，众比丘听了佛陀的教导，都欢喜地接受并付诸实践。